这场亚洲金融危机掐着 AI 脖子的都已经出事了。韩国的 HBM 技术够厉害了吧？韩国最后的下场呢，也只是股灾崩盘。日本的原材料和设备够垄断了吧？日本最后的下场呢，也只是日元被做空暴跌。那么有一个地方，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都要在这里生产，只要它不给你制造晶片，再垄断的原材料跟设备呢，都只是废铁。再厉害的技术呢，都只是表演。再厉害的设计图呢，都只是废纸。而这就是无数观众留言希望我去讲的台湾到底会有什么下场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日本它是一个岛，台湾也是一个岛。虽然日本的面积比台湾大10倍，但台湾有一座神山是日本没有的。这座神山呢，其实是一家公司，它的股票市值呢就排在了全世界第9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美国整个 AI 的命根就绑在了这家公司上面。只要这家公司说一句不，那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有 AI 了。这家公司呢就叫做台积电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只要有了这座神山，当地的老百姓呢就不怕没钱赚了。因为台积电的市值呢就占了台湾 GDP 的 99% 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2022年 AI 爆火了之后，全世界想要做 AI 的都要找台积电去买晶片嘛。所以台积电把晶片卖给了全世界之后，是不是就赚走了全世界无数的美元呢？也因为这样，去年2025年台湾出口卖东西赚回来的钱，比买东西花出去的钱还要多1570亿美元左右。那么按道理来说呢，台积电它赚回来这么多美元之后，它就会把赚回来的美元换成台币，然后拿着台币给员工发薪水，给股东分红，对吧？也就是他会去卖美元买台币，这样台币呢就会升值了。但是你会发现2022年 AI 出现了之后呢，台币对美元呢不但是涨不起来的，而且还贬值了。再直接一点呢，就是台湾赚回来的美元虽然越来越多了，但是钱却一直从台湾流进去了美国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嘛，比如说台积电，它有 70% 的股票早就已经被外国的资本家拿下了。不仅是台积电，台湾大部分的上市公司，他们最大的股东呢，也都是外国资本家。也就是说，就算台积电用的水、用的电、用的年轻人都是台湾的，但是这公司赚到钱之后，钱有 70% 呢，都是被外国的资本家拿走的。也就是说，就算台湾是赚走了很多美元，但这些美元很大一部分都已经被外国的资本家分走了，钱根本就没有多少进入到台湾。而进到台湾的钱呢，很大一部分又会流出去美国。什么意思呢？你会发现，彭博估算台湾的寿险公司手上就拿着6-7千亿美元的美债，而台湾的央行呢，只拿着2-3千亿美元的美债。也就是说，台湾的寿险公司比央行买的美债还要多。这代表什么呢？央行买美债呢，是用来做外汇避险的，而寿险公司买美债呢，用的呢是你的钱，是你父母的钱，还有你阿公阿嬷的钱。也就是说，当台湾老百姓赚到钱之后，就会把一部分的钱拿去买保险，而保险公司收到你的钱之后呢，就会把你的钱换成美元，然后拿着美元去买美债、买企业债，把你的钱借给美国政府还有美国的企业去花。也因为这样，钱呢就会从台湾又流进去美国，台币呢就会贬值了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如果你是这些保险公司，你是希望台币升值呢，还是贬值呢？就今天你手上拿着6-7千亿美元的资产，那么美元越升值，是不是就代表你手上的美元资产越值钱呢？你拿着升值的美元去换贬值的台币，是不是就能够换得更多的台币呢？也就是说，美元越升值，台币越贬值，保险公司呢就赚得越多。而相反，比如说1年之前呢，台币几天的时间就突然暴涨了 15%， 那么保险公司它什么都没有做了，但是他们手上这6-7千亿的美元资产呢，就直接少了1000多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1年之前你把钱交给了保险公司，保险公司就会把你的钱拿去换成美元，然后呢，在美元最值钱的时候，他借给了美国政府。那么当美元贬值了，台币升值了 15% 的时候呢，这就会触及到保险公司的止损红线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必须在美元最不值钱的时候卖掉手上的美债套现，然后把不值钱的美元换回升值的台币。因为如果他们不止损，继续让这些美债亏损的话呢，那么到时候这些保险公司
可能连赔给保护的钱都不够啊。所以台币越升值呢，保险公司就越亏；台币越贬值呢，保险公司就越赚。也就是说，台湾最赚钱的是台积电，但台积电赚到的钱大部分都分给了外国的资本家，留下来的钱有一大部分就会存进去保险公司，而保险公司又会把这些钱换成美元借给美国政府，然后台币呢就会贬值。而台币贬值了，台湾的老百姓在全世界进口买回来的一切东西就越贵，物价呢就越贵。这个呢就像一个水桶啊，上面有人在倒水，但是这个桶子底下呢有个破洞，这个水一边进来一边就漏出去，倒得越快呢就漏得越厉害。所以很多人看完我前2期的影片就留言说啊，美国的资本家在用跟韩国跟日本一样的方法去做空股市，还有做空汇率去收割台湾。确实是有这个可能，但刚才也说了，如果台湾赚的钱从头到尾都在美国，根本就不在台湾，那收割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台股它不像韩股那样无脑的去加杠杆，台币也不像日元那样是全世界的提款机，所以美国资本它要的就不是台湾的金融，它要的是台湾最值钱的东西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记着，这个世界要赚大钱只有2个时间，一个是这个世界的钱变多的时候，也就是全世界在印钱的时候；另外一个呢，就是重新分配财富的时候，也就是金融危机，你的钱变成我的钱的时候。而现在亚洲金融危机呢，已经在屠杀日本、韩国、印尼、印度等等的地方了。如果你觉得自己都没有钱，然后就觉得跟你无关，那么这一次危机之后呢，你的阶级将会固化20年左右，这20年你都很难有机会翻身，而有的人就踩着你爬了上去。我的存在就是帮大家把大部分人看不到，把我们投资人跟商人的视角毫无保留的分享给你。所以人最赚钱的资产，它不是股票，不是房子，而是你的脑袋。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了，你就可以跟我们的思想连接起来。而如果你想让这部影片成为你个人的资产，你可以去点赞，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，你就可以随时无限的找回来去看了。所以美国的资本家要的根本就不是台湾的钱，他要的是替他赚钱的印钞机，也是那一座神山台积电。为什么呢？各位，其实美国自己也有一家跟台积电一样弄晶片的公司，而且还非常的出名，叫 Intel。它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半导体公司啊，我们电脑里面的那个 CPU 很多都是这家公司做的。但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。美国政府过去10年砸了几百亿美元给 Intel， 结果呢，它弄出来的晶片就是一直在卡关。当台积电已经在卖3奈米、2奈米的时候呢， Intel 连7奈米的都搞不定。那么今天你是美国总统啊，你很牛了，但是你家的股市呢，都是靠 AI 的故事推上去的。而无论是 AI 还是你家的战斗机、雷达、导弹，都需要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。但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不在你家手上，而是几乎全部在台积电的手上。而台积电在哪里呢？在一个跟你隔着整个太平洋的地方。各位，股神巴菲特说台积电是全世界管理最好，而且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公司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为什么他要把手上的台积电股票割爱给卖了呢？他看到了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啊，假设，我们只是假设台积电的工厂停工了，哪怕只是停了1个月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就会直接断供1个月，美国的 AI 产业、军工系统、关键的基础设施呢，全部都要停摆。也就是说，这不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生死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理解了动机，那具体要怎么做呢？2025年开始呢，美国就宣布对那些进口的半导体晶片加征关税，加多少呢？不是10%，不是20%，是100%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台积电无论在台湾也好，在日本也好，在韩国也好，反正就做了一颗晶片。假设我卖了100块给美国的客户，那么美国的政府呢，就会直接抽走你100块的关税。你卖100块还不算上成本，你的关税就要交100块，那是不是等同于你1分钱都没有赚到呢？那么你能不能不把你的晶片卖给美国呢？ OK 的，但是你最大的客户呢，就是美国的苹果、NVIDIA、AMD、高通，
他们全都在美国，你最大的市场呢就是在美国。还有呢，台积电它是一家公司嘛，它的决策就是股东去决定的，而台积电70%的股东都是外国的资本，里面大部分呢就是美国的资本家啊。你说这个晶片不卖给美国吗？那么这些美国资本家手上的苹果、NVIDIA 跟 AMD 公司，不就是断了晶片吗？所以不但要卖，而且还不能卖得太贵，那怎么办呢？美国政府呢就给了台积电第二条路啊，只要你过来美国开工厂，只要你在美国生产，你1分钱的关税都不用交啊，而且我还给你补贴，帮你出盖工厂的钱，你盖工厂的设备进口呢全部免税，你生产的晶片在美国卖呢全部免税，你还可以拿着美国政府的补贴，你一拿就是几百亿美元，爽不爽？所以今天你是台积电的那些外国资本啊，你股东大会上面有2条路，第一条路呢就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生产，你赚的钱全部都要被关税吃掉，你也没有什么客户。第二条路呢就是去美国盖工厂，你不但不用交关税，而且还有补贴的钱可以拿，你怎么选呢？别搞错，你现在呢只是一个外国的股东，你唯一在乎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手上的股票还能不能继续涨。这个跟你去股市买股票是一样的，你管它台积电的财报好不好啊？这家公司有没有赚钱，对吧？只要它的股价涨了，你就赚钱；股价跌了，你就亏钱。所以你投票要考虑的就是你选的哪一条路，它会让股价上涨而已。那难道是选那条丢失所有客户、因吃关税的路吗？不可能吧。所以台积电呢就去了，而关税呢只是请你进来，你进来之后就必须让你走不了了。什么意思呢？首先美国确实给了台积电补贴，还有一些设备的免税，但这些钱和福利不是一次性给你的。美国的商务部就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些激励将会在台积电达到里程碑的时候分批的发放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你盖完了第1座厂，它才会给你一笔钱，你开始盖第2座厂再给你一笔，你承诺盖第3座厂的时候才再给你一笔，你每往前走一步呢，你才能拿到下一笔钱，你停下来呢，钱就没了。这就像一根胡萝卜掉在你前面，你往前走呢，你才能吃一口，你停下来呢，这个胡萝卜就被收回去了。然后呢，美国商务部呢就爆料过一件事情，台积电跟美国签的合约里面有20页涉及到多元、平等跟包容的条款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规定你台积电必须要去聘用盲人承包商、跨性别工程师、女同志工程师。但问题是，台积电有多少女性曝光机的工程师呢？几乎没有啊。所以美国就说啊，你违约了。但只要你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去盖新工厂，这些条款呢，全部都一笔勾销。还有呢，如果你答应来盖工厂，但你最后没有来，你之前欠的所有关税全部都要补交。也因为这样，台积电最初跟美国谈的时候呢，承诺是投资多少钱呢？650亿美元，只盖1座工厂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台积电加码到了1000亿美元，工厂从1座变成了好几座。然后呢，台积电又宣布加码1000亿美元，亚利桑那将会有10座晶圆厂、2座封装厂。那工厂盖好了之后，台积电要不要去派一些资深的工程师过去呢？这些派过去的人是不是要在台湾训练好，然后再派过去呢？而这些工程师难道就只是出差吗？他们去了美国之后呢，他们的家属要不要一起过去呢？他们的小孩要不要在美国上学呢？然后他们就要在美国交税，在美国买房，在美国生活，人才就这样过去了。所以这段时间台股暴跌，汇率也暴跌，其实跟韩国和日本比起来还好的。因为这一次亚洲金融海啸，美国想要的不是台湾的钱，而是台积电这个印钱的机器。但是相信我，过了1个小时之后呢，无数人就会忘记韩国发生了什么，日本发生了什么，台积电发生了什么。他们呢就会继续的过自己的生活，继续的上班，继续的存钱，继续的被温水煮青蛙。股市涨，他们又赚不到钱；股市跌，他们却跟着赔钱、赔时间、赔机会。而你会不会也跟他们一样呢？还是说你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，让自己不再是那个被收割的人呢？我们有一个投资改名培训营，不需要$100，只需要你是我的粉丝，1分钱美元都不要，直接免费。这堂课要做的是把你的脑袋里面
那些让你亏钱的思想清掉一半。这一堂课我会让你知道在什么时候买股票胜率是最高的，怎么做才不会被套牢，还有如何最轻松不看财报、不看新闻、不用数学跟英文，更不用盯盘，也不需要找到翻倍的股票，但利润也能翻倍的方法。这堂课呢，是我跟我团队花了无数时间、无数金钱、无数次试错之后总结出来的一套思维。你不用担心，这个培训营你最大的亏损就是你觉得没用，还不如把时间拿去看 Netflix 的时间成本而已。但如果真的对你有用，你赚到的将会是一套可以让你用一辈子的思维方式。这笔账你可以去思考一下。报名的方法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在下面描述上的第一条连接。而预告一下，几周之后呢，我们以后所有的课程都将会收费，也就是这个免费的培训营你再也看不到了。那么重中之重就来了，就是你觉得美国它搞了这么多又补贴又免税又给特权，就是为了让台积电在美国盖几座工厂那么简单吗？各位，你听过一个词叫做吸血吗？不是那种吸血鬼直接给你咬断脖子的那种，而是像寄生虫那样慢慢的去吸血。寄生虫它不会一下子杀死宿主的，因为宿主死了它也活不了了，它要的是慢慢的吸，一点一点的吸，吸到这个宿主呢越来越弱，自己越来越强。美国资本家真正要的是把台积电的技术完整的复制一遍，然后喂给英特尔。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很扯，因为就算台积电亲自手把手把技术交给英特尔，英特尔也不一定能学得会那怎么复制呢？各位，今天你身上有一样东西我很想要的，我不需要一定让你把这个东西交出来，我只需要让你把你自己交出来就行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今天我觉得你做的牛肉面很好吃嘛，我很想吃，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去跟你学呢？不需要嘛，我直接把你请到我家的厨房，让你来煮不就行了吗？台积电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高层退休了，这个人在台积电工作了20多年，台积电能够做到3奈米、2奈米，这个人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。而他呢，就是那个会做牛肉面的师傅了。去年这个人7月的时候退休了，但3个月之后呢，这个人就出现在了英特尔。而更扯的是呢，据说他退休之前要下属把台积电很多先进制程的资料汇报给他，而且他还带走了20多箱的文件。台积电呢是气到直接告他，说他违反了保密协议的，可能已经把2奈米的机密技术都带去了英特尔了。不仅如此，英特尔同时也在挖台积电的工程师，那开什么条件呢？是薪水直接多了2-3成，工作量呢还直接减一半。那如果是你，你会不会心动呢？这一些被挖走的人，很多都是台积电从台湾调过去训练好的技术工程师。台积电是花了10几年去培养的人而就在美国被英特尔用钱带走了。然后呢，有了师傅，有了厨房，但没有客人上门，那也没有用对吧？所以美国的资本家就做了第二件事情，就直接让美国政府出手，把英特尔90亿美元的补助换成是10%的股权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英特尔的老板就是美国政府，而这个老板呢，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开始帮英特尔拉生意了。苹果的晶片现在有一部分就要改用英特尔去生产 ，NVIDIA 也宣布要投资英特尔50亿美元 ，SpaceX 也要说要跟英特尔合作。那么人才就拿了一部分，订单呢也拿了一部分，技术呢，英特尔过去几年一直都是卡在一个叫 18A 制程上面，它搞了很多年了，良率呢就是上不来。那什么是良率呢？就是你做100颗晶片有多少颗是 OK 的，这个良率越低呢，就代表成本越高，产量就越少，客户就不敢下单付钱嘛。而2024年的时候呢，英特尔 18A 的良率大概只有不到 40%， 而台积电的2奈米呢是 65%， 这就像一个高中生去挑战 NBA 的球星，连上场的资格都没有嘛。但是到了2025年下半年，一切都改变了，英特尔 18A 的良率开始往上爬了，从 40% 爬到现在的 85%， 而台积电的2奈米良率现在是多少呢？ 90%。各位 85% 对 90%， 现在的差距只剩下 5% 了，他们已经可以在同一个球场上去比赛了。而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台积电工程师去了美国，美国政府入股了英特尔之后。你觉得这只是巧合吗？
你觉得一个落后好几代的公司，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能够追上来呢？而这一切也才只是刚刚开始啊！所以再问你一次，巴菲特这么去看好台积电，为什么还是要卖台积电的股票呢？巴菲特卖台积电的时候，如果你告诉我台积电会搬过去美国，我都觉得不可能的。可是现在呢？你觉得台积电会不会变成美积电呢？又或者美国能不能拿走台积电的技术呢？又或者让英特尔超越了台积电呢？这一次的亚洲金融海啸会不会烧到台湾呢？欢迎各位留言跟我疯狂的、理性的、有证据的去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也要学的技能，如果你还没有走进我们免费的投资改命培训营里面，那么你一定要在这个月教学跟福利下架之前，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了。而事情的发展是不是跟我们的推理一样呢？我们后续又会怎么去调整布局呢？时间的关系只能在此结束。不过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呢？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一句，将会是重中之重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、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了，我们下周不见不散，拜。